尝尝这个。这酒看起来还挺特别的，名字更特别，叫“死而复生2号”。我觉得它很适合你。安叔叔指的是启动奋不顾身救我，让我从高珊珊手中死里逃生。这么看来，这酒还蛮应景的，那我可得好好品一品。这酒不错，还真有一种如沐春风、焕发新生的感觉。看来你很喜欢啊。调酒师正好在，我让他过来啊，跟你讲解一下。这个月酒卖出去，天哪！看看，客人摸你一下手，摸你一下肩，能不能少块肉？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讲一起罚，你跟着他一起扣钱，你。安董你好，我是负责此次宴会酒水的调酒师，叫我芭比就好。非常荣幸能够为贵集团服务。这位小姐这么光彩照人，怎么称呼？这位是我的准儿媳妇齐格格。哦，齐小姐，怎么样？对酒水还满意吗？不错，谢谢。贵客来了，格格，你们好好聊聊。好。这是什么风，把阮总给吹过来了？宁海广场是我好朋友的项目，重启在即，我不得亲临现场，恭贺安董。看来阮总还是个念旧的人呢。不是我念旧，而是有些事情想忘也忘不掉。那这杯酒就敬过去。没有未来的人，也只能敬过去了。干妈，我错了。看你受的，这段时间苦了你。你呀，跟你妈一样，性子急，什么事都自己扛。我不是让你在国外静待时机吗？干嘛自己偷偷跑回来？我看到安国轩风光了那么久，我真的不想再等了吗？傻孩子，明明干妈是可以陪着你、帮助你的，
干嘛非要一个人自己走这么艰难的路啊？今天要不是我看到安国轩调查你，提前买通了芭比姐，后果不堪设想。好了，既然选择了这么艰难的路，就要打起12分精神，坚持到底。那干妈，你不生我气了？但你要谨记，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不能再走错。感谢安总和齐总，在酒会尾声之际，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星耀过去的辉煌成就和未来的美好前景干杯！干杯！恭喜大哥！你怎么来了？大哥的庆功宴，我自然是备了一份大礼来道贺。大家看，本以为祁东只是个低贱的私生子，没有想到经过一番调查，结果比我想的还要肮脏。各位，我们家小姐身体不适，情绪有些激动，再回去。各位继续啊！别碰我！再回去！小姐，好，小姐，怎么回事？原本我并不明白，明明我才是爸最宠爱的女儿，为什么他会对你那么上心？现在我知道了，你跟你妈一样，为了上位不择手段，有底线。把他给我带出去！来，小姐，走，咱回去。小姐，走啊！都是你们逼我的！你们看证据！大叔大婶，请问你们认识祁东的母亲祁秀琴吗？认识，就是我们村的。那请问认识祁东的父亲安国轩吗？电视上见过，那好像是个有钱人啊。没错，安国轩是我们宁海市知名企业家。那既然说安国轩如此的成功，为何祁东的母亲会病死在村里，并且没人管呢？哎呀，自作孽不可活呀！哎，这怎么说呢？那可怜的孩子呀，摊上这么个妈，觉得自己长得好看，非要攀高枝，认识个有钱人，勾引人家，怀上了孩子，人家要咋的？反之个也就报了，说人家的糟蹋他。你们所有人都看见了吧？我没有疯，我更没有说谎。你不仅仅是个低贱的私生子，还有一个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妈，她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当星耀的总经理。摊上这么个妈，非要攀高枝。你为什么要拿他的钱？我们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那个禽兽，我死也不会用他的钱。你记住，你姓祁，不姓安。安国轩在为庆功宴的事儿四处打点公关，忙的是不可开交。可您祁总倒是在这里躲清闲呢。这不是也没有躲过吗？确实是，有些事情想躲也躲不掉。比如说你的出身，你身体当中不仅流着安国轩的血，还有着一段不堪的往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5年前是你派了一个渔民救了悠悠，做的是滴水不漏。但现在呢？先是芭比姐，再是安静静，你接连失手，让自己和悠悠陷于危险当中，怎么了？
难道是感情让你失去了判断力啊？悠悠从踏上这条路，就像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我不仅会保护他，更不会让任何人去影响到他。比如你，你可能还有翻身的机会，但他没有，他输不起，所以，我不希望悠悠以后的人生和你有任何牵连。小哥哥，你能帮帮我吗？小哥哥，小哥哥，我的八音盒不见了，你能帮我找找吗？小哥哥，你能帮我找找吗？你过来啊！这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你把它搞坏了，你得赔我。对不起。看在你帮我找回来的份上，不要你赔了。不过你要先答应我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啊？我还没想好，你先说说你会什么吧。我会弹钢琴。你会弹钢琴？那你会弹这首曲子吗？童年的回忆。太好了，我正愁给爸爸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呢。这样吧，教会我弹这首曲子，我就原谅你了。拉钩，快点！Walking beautiful, past where the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Maybe answer is tru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出师啦？这哪是童年的回忆啊，这是童年的噩梦还差不多。我今天就要回城里了，要不你下一个暑假再教我吧。我们可是拉钩盖章的，100年不许变。我爸来接我啦，我走了，明年见。他叫游游。
原来他会弹钢琴。悠悠从踏上这条路，就像在走钢丝，他输不起。我不希望悠悠以后的人生和你有任何牵连。从小到大，你都没有打过我，如今你甚至要为一个私生子来打我！就是因为打你少了，才把你惯成这个样子。你以为那个高珊珊爱你啊？她爱的是安家女婿的身份，爱的是星耀继承人的位置。为了她的目的，她不惜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甚至是你的性命，简直是不择手段。不是的，那都是祁东、祁哥哥栽赃珊珊的，他不会这个样子对我的。他说过，其他人都是他的棋子，他的生命只有我了。爸，你搞错了，你们都搞错了。爸的确是搞错了，我错在太过放任你了，被高珊珊荼毒了这么多年。要不是祁东去调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不是送我份礼吗？来，我也送份礼给你。安小姐，这是高珊珊当年和刘飞密谋陷害你的聊天记录。来，你给我看清楚，好好看，好好的给我看一看。看紧他，别再让他出去了。是。不好好工作，看什么呢？店长，这是今天早上刚被撤下来的热搜，还好我手快有保存了。真的假的？安小姐当众爆料说，祁总的妈妈生扑安董不成，反咬一口，告安董强奸。真是豪门恩怨多啊！最近他们家可闹得满城风雨，高总在被警察调查，自己躺在医院成了植物人，安董又陷入舆论风波。安小姐，我来试婚纱。只要那件吧，珊珊喜欢的那件。那行，我带您去试一件。祁东，祁东。祁东，不凡，你知道祁东在哪儿吗？我都找东哥一上午了，正想问戚小姐你呢。公司和别墅都没有人，这样吧。我们分头去找，找到了打电话。好。喂，喂，是齐小姐吗？我是婚纱店的晨曦，我有件事情想跟您说一下。我女儿情况怎么样？很不幸，安小姐下半生恐怕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不可以，
他还这么年轻。把你们院长给我找过来。这，把他找过来。那我去找他。安东，安东。 你开门啊，静静！静静，我有话要跟你说。你开门啊！开门啊，静静！我有话必须当面跟你说。静静，你再不开门我就进来了。静静，静静。 静静，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你滚啊！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现在就是一个纯残废，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这样谁都看不到我现在的样子。你走，你走，静静，你走啊！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不是同情。珊珊，你曾在黑暗中给了我一束光，我以为那是我无望生命中的救赎，可没想到你才是把我推入黑暗的人。我就是个傻子，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被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背叛，值得你去死吗？你来干什么？当然是来欣赏你做蠢事啊！你给我滚！急什么？其实识人不清，也算不上你的错，错在欺骗你的人。你又何必用高珊珊的错来惩罚你自己呢？你连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还指望别人爱你吗？让我去死，不要你管！只要我一松手，你的身体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急剧下坠，你的心脏会越跳越快，然后你就会重重的砸向地面，在接触地面的瞬间，碰撞的反作用力会猛然推向骨头、内脏，你就会像一颗被狠狠砸在地面的西瓜一样，砰的一声，瞬间四分五裂。我只给你3个数的时间。不要！不要！ 3、2、1。
你的身体本能在告诉你，你不想死，好好活着吧。生命是最重要的，只有活着，才能看到坏人受到惩罚，不是吗？下雨了，就要撑伞。今后为你撑伞的，只有你自己。拿好了，别让人看不起。喂，七小姐，找到东哥了，在墓地。我知道了。有些东西清洗得掉，有些东西永远洗不掉。不过这样也好，其实我挺感激安静静的。前些日子我迷路了，他闹这么一出，倒是提醒了我到底是谁。你呢？想起自己是谁了吗？我想你已经猜到了，那场爆炸并不是意外，而是出自安国轩的手。高珊珊利用他们当年嫁祸我爸的录音来威胁他，这是安国轩绝不能容忍。找到证据了。抱歉啊，我忽略掉了。最近我的脑子比较乱，先是你昏迷不醒，而后又是庆功宴的事情。看来我们都偏离了原本行驶的轨道。我们是时候回到各自的位置上了。我还是怀念以前的你。你在我进拘留所的时候，你可以不顾安全，自己一个人找到高珊珊陷害安静静的证据。你也可以不计后果，跑去跟高珊珊进行交易。正因为你是游泳，你的父亲游震因为安国轩而入狱，你的母亲齐兰因为安国轩而死，而你是那个亲手被我推下大海，无法用真实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有安国轩被绳之以法，
你的父亲才能洗清冤屈，你母亲的死才能讨回公道，你也才能找回自己的名字。我明白了。从认识你的那一天，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要被你套牢。所以为了避免你从我手中溜走，我得先下手为强，亲手给你戴上戒指，把你牢牢套住。看来我们都偏离了原本行驶的轨道，我们是时候回到各自的位置上了。我要打起精神，只有拿下宁海广场项目，才能找到线索。喂，什么？悠悠姐，医院的人说高珊珊醒了。有志，都别过来！都别过来！有志，我要杀了你们！先把刀放下！放下刀过来！我杀了你们！不要过来！不要吵，好伤的！有志，你先把刀放下！再过来我就杀了你们！有志，先把刀放下！不要过来！把刀放下！别过来！都别过来！先冷静点！杀了你们！先冷静点！别过来！再过来！什么事都好商量！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的玫瑰呢？我的玫瑰放哪儿了？快把我的玫瑰还给我！把玫瑰还给我！我的玫瑰呢？你们把我的玫瑰放哪儿了？冷静点，有志！是不是你抢走了我的玫瑰？把我的玫瑰还给我！不，
怎么了？不知道啊。是不是你抢走了我的玫瑰？啊！把我的玫瑰还给我！还给我！把刀放下，小郑！冷静！你要是敢伤害他，太危险了，你就再也找不到你的玫瑰了。冷静！啊！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警察同志，好，出事了！在哪？你们快看看去！好。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的玫瑰在哪儿。在哪儿？它就在楼下，我这就带你去见他。你见过他？我见过。你的玫瑰是不是紫色的？啊！来，听话，把刀放下，我带你去找玫瑰。把刀给我。你骗我！跟他们都一样，都是骗子，都是骗子！把我的玫瑰还给我！冷静点，有事！啊！别动！别动！没事吧？都是骗子！你们骗我！是骗！刚才下手了吧？你们都是骗子！怎么没事？这个疯子刚刚差点要了我的命！有病的！不好了，不好了！别动！我傻了！8号城犯人高珊珊不见了！什么？这种人就该给他关起来，别动！放出来！冷静点！多危险啊！哥，不好了，高珊珊想跟我们跑了。来，我来吧。中间还有一件事。别围在这儿，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吧。好了，散了。愣着干嘛？追！好一招一箭双雕，既试探了我的身份，又放走了高珊珊。看来录音的证据是拿不到了。现在只剩下宁海广场一个办法了。我先走了。东哥，高珊珊从安国轩的眼皮子底下跑了，安国轩的人到处都在找她。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没事吧？哎，不过东哥，这安国轩为什么多此一举啊？故意放跑高珊珊啊？醒来的高珊珊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她如果逃跑了，安国轩他就有下手的可乘之机。哦，所以安国轩用邮阵试探悠悠的同时，又趁乱放跑了高珊珊，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隐患给除掉。不过，这悠悠的心理素质可真够硬的，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挟持，又出手伤了自己的父亲，还跟个没事人似的。梅子，人在遭遇到极大痛苦的时候，会将自己的痛苦意识进行包藏，仿佛这些事情都跟他无关似的，但其实痛苦并没有消失，一直都在。
坐。你说说我爸，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当年种的紫玫瑰？你说他是真疯还是装疯？会不会是他为了让安国轩掉以轻心，故意装疯卖傻？那如果叔叔是真疯呢？真疯的话，就更好玩了。认得出花，却认不出人。你知道紫玫瑰的由来吗？在古老的北欧，爱情之神商洛的未婚妻不幸逝世，商洛就将他的未婚妻埋葬在湖底的紫水晶里。后来紫水晶上长满了紫色的花朵，商洛呀就给它取名叫玫瑰。这些紫色的玫瑰就是未婚妻的灵魂化成花朵来陪伴爱人的。那为什么我见到的花朵都是红色的呢？那是因为啊，这个浪漫且凄美的故事传到了撒旦的耳朵里。撒旦他憎恨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呢，他就想毁掉这些证明爱情的花朵。后来，商洛为了保护紫玫瑰，就与撒旦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他的血滴在了紫色玫瑰上，把玫瑰染成了鲜红色，就成了红色的玫瑰了。哎，宝贝啊，你也想成为爱情之神吗？染红玫瑰啊！我不喜欢紫玫瑰。好，好，好，不喜欢。来，宝贝，给你包扎一下啊。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玫瑰根本不存在紫色的种类，它不过就是杂交月季而已。心爱的玫瑰，实际上是月季。小破，你说我爸不会是因为这个疯的吧？送你一束花，什么时候买的？我在那边等你的时候买的。多少钱？好久都没送你礼物了，不贵。你要是喜欢，我经常给你买怎么样？干什么？这是我的玫瑰！你有病吧？那不好意思啊，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就可以满大街耍酒疯吗？谁疯？你说清楚！你说清楚！干什么？刘姐，你疯的！把这里处理好了。明白。啊，事还没处理完你就想走啊？哥们儿，咱们聊聊赔偿的事儿吧。我跟你聊个屁呀！5位数。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霸道。爱已多喧闹，幸福多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得过且过。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等更多的事受不了。有我在，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别害怕。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等信号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却又想把这份爱抓牢。
冷静点，有事啊！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齐格格根本就不认识尤震。我说的是高血压。哦，安董最近因琐事缠身，睡眠不足，导致这血压偏高。高压不可怕呀，可怕的是没有降压药。那我去给您拿药。高珊珊，找到了没有啊？暂时还没有。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那齐格格那边还继续调查吗？白尺金水看得清，寸后人心看不透啊！要是能让你看明白了，哼，她还能是尤震的女儿吗？安董，下一步的指示是？是时候让他们接手宁海广场的项目了。东哥，东哥。东哥，这房子里怎么还有一间密室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不是，你一人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东哥，原来你陪我喝一杯。东哥，没想到你从小就喜欢悠悠，为他付出那么多，可是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那你得多不容易啊！如果连你都瞒不过，我又怎么能瞒得住悠悠呢？东哥，可我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悠悠啊？因为我太了解悠悠了。她呀，虽然看上去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但其实她很善良，很容易心软。我特别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真的就是安国轩的儿子。我与其告诉他这个真相，让他纠结，让他懊恼，我倒不如让他明白，我就是那个他最适合的复仇搭档。我就是一个他可以尽情利用的复仇工具而已。东哥，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前2天对悠悠冷漠，其实是不想让一些感情纠葛影响到你的复仇计划。安国轩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阴毒，还要多疑。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扳倒他，我们得时刻保持理智还有冷静，我们得比他更狠。悠悠，他是一个天使，本不该在地狱游荡。但如果这把直插安国轩心脏的利刃，他必须染血的话，那只能是我。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做。东哥，你可以啊！你这做了一桌子解酒神器啊！记住啊，这些都是你做的，一会儿给他送上去吧。我刚才起床的时候，经过悠悠卧室，已经人去床空了。也好，也应该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想吃啊，自己做。别呀，东哥，我这不能浪费你这一早上的心血呀，是不是？还有一道呢，看在你昨晚陪我喝酒的份上，吃吧。嗯。悠悠姐，你不是去祁东家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还没冲你兴师问罪呢，你反倒吃起瓜来了。说吧，昨晚为什么弃我于不顾，让祁东把我给带走？哎呀，悠悠姐，你是喝多了，记不清了。你把人小情侣的玫瑰给毁了啊！那男的要找你算账，还好祁东出现，及时解围，把你扛走了。说实话，只要不是眼瞎心盲，都看得出来，祁东真的很喜欢悠悠姐的。有我在，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别害怕。可是，他在刻意跟我保持距离。东哥，咱们就是说，这感情是不是就像一个相吸的磁场？你一退再退，说不准这悠悠会步步紧跟的。我也得跟他保持距离。我怎么听不懂了？很显然，祁东并不想让我知道他喜欢我的事情。我的出身和选择，注定了我和悠悠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况且，身世的曝光点醒了他，让他重新回到了对付安国轩的轨道上。而我，也应该心无旁骛，火力全开，和他一起把安国轩给拉下马。他现在心里也应该很清楚，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帮祁东通过股东决策会，重启宁海广场项目。可安国轩对悠悠还是有戒心的，一直在试探悠悠。他能放心把宁海广场这个项目交给你们吗？商人逐利，星耀已经在瓶颈期挣扎几年了。我和祁东一起完成的这套整体方案，加上祁东无与伦比的演讲煽动力，一定会把董事会的期待值给拉满。即便安国轩有所顾忌，情势也会逼他不得不妥协。我相信祁东，他一定可以毫无悬念地拿下宁海广场项目的主控权。爸爸希望你长大以后啊，能成为一名钢琴家，就在爸爸妈妈盖的这个音乐盒里弹奏，好不好？嗯。爸爸妈妈，你们这一次要盖什么样的房子呀？就长这样，但是啊，要比这个大很多很多。嗯，这不是童年的回忆吗？这个大八音盒呀，盖好还得3年，刚好呢能陪你度过童年。这个生日礼物喜欢吗？喜欢。妈妈比较贪心，妈妈希望这里建成以后啊，可以成为所有宁海小朋友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哇！
悠悠也很棒。慢点儿。是不是想妈妈了？放心，一触即溃是过去式，坚不可摧才是我日后的常态。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不会站在这儿。没有你，我也不可能这么快爬到这个位置。咱俩就别商业互吹了。我这一缅怀完了，可以开始干正事了。我已经接手了宁海广场当年所有的资料，临时办公室已经建好了。明天我会把所有资料都搬过来。那我明天就可以开工了。安国轩没有消除对你身份的怀疑，他敢把所有资料库还有账本都交给我们，肯定心里有数。但雁过留痕，哪怕有1/1000的线索，我也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扳倒安国轩的机会。谁让你进来的？或许可以从中找到录音里神秘第三人的蛛丝马迹。我一直怀疑，录音里的第三人是和安国轩串通好，安插在我爸身边的亲信，否则以我爸的谨慎作风，安国轩绝不可能那么顺利就把所有的罪名都转嫁到我爸的头上。明天开始，我陪你一起查看资料。direc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en? How to make our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the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drive all day. Oh, trouble will be taking a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not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here and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谢谢啊，我晚点再吃，现在还不饿。现在吃。怎么了？审核表的公章，这个没有问题，我复核过了。公章没问题，签名不对。虽然笔迹极为相似，但我爸的签名力道更重。你看，最后一捺他绝不会回勾的。况且，我爸从来没有修改过我妈的设计图，所以这张修改过的图纸有问题。拿出对应图表，一验便知。怎么一股汽油味啊？怎么一股汽油味啊？走。喂，列车打到668号，沿海广场建筑空地东南角的临时办公室失火，有2人被困。启东，你醒醒！启东，你不是说过要和我一起把安国轩绳之以法吗？我们现在就要成功了，你不能就倒在半路上啊！启东，你醒醒！启东，启东，悠悠，你害怕吗？我怕，我怕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机会说了。启东，我真的好喜欢你。数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爱一度喧闹，幸福的转角找不到。
太多复杂都得过且过，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着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爱你。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要是我们今天就这么死在这，下辈子你一定要找到我，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一起。答应我。我答应你。我也有话要告诉你。悠悠，悠悠，悠悠，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我们这辈子也要在一起。啊！黑暗在凝望，悠悠，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悠悠，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我还有好多事想和你一起做。挣扎，挣破一乱情迷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将情感假意的对位，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退，是非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泪，爱名为血。黑暗在凝望，穿透脆弱虚假的面庞，将我灵魂染上，污秽肮脏的路上，罪与膨胀，挣破意乱情迷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将情感假意的对位，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退，是非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泪，爱名为了谁？3天前，宁海广场临时办公室大火，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项目过往资料全被烧毁，就为宁海广场项目重启蒙上一道阴影。据悉，星耀集团董事长安国轩已经展开调查，严查火灾事故，并加强施工管理，确保融资大会顺利进行。醒了？我睡了多久啊？快1周了。不用担心我，我比你好多了。我前2天啊就已经恢复得7七8八了。
我给你炖了梨汤，医生说了，你吸入太多浓烟了，必须吃一点清肺的食物。你做的，你可以等我醒了再做的。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醒，就每天做一点备着。我之前昏迷的时候，你不是一直照顾着我吗？现在换我照顾你了。火灾的时候，有些话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可我不想就这么糊弄过去了。那个时候，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今天侥幸没死的话，我一定要紧紧地抓牢你。经历了这场火灾，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不想。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意被淹没。悠悠，我想和你在一起。哎呀，可惜了。可惜什么了？可惜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付之一炬了。那把火会是谁放的呢？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你现在就跟我说这个？我差点忘了一个人，高珊珊。高珊珊有充足的理由放这把火，她不仅恨安国轩，还恨你我。不过，你说高珊珊现在会躲在哪儿呢？找高珊珊这件事，安国轩比我们更着急，让他找就。还有可能是录音里那个神秘第三人。我们刚想查他，他就想放火烧死我们。其实，录音里的……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探视时间都到了，家属出去吧。知道了，马上走。等你出院了，带你去散散心。去哪儿？保密，应该会有点远，可能会过夜啊。啊？好好休息，把身子养好。走了。
回来了，安董，您的茶。东哥，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跟你说。火灾事故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工地外有一辆私家车拍到了行凶者的照片，你认认。除了高珊珊以外，还能有谁啊？只是他都已经疯了，只怕他会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来吧？不就是那个录音了吗？偷录的，不能算证据，即便交给警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是星耀融资的关键时期，录音一旦曝光，会对宁海广场的项目造成重大的影响。你只有一个目标，给我盯紧融资。高珊珊，这个高珊珊，害你差点被烧死，害他静静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必须付出代价，必须付出代价。哎，安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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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总，请跟我来。安国轩为什么会突然晕倒？毫无征兆。安董的病情啊，初步判断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骤发昏迷。安董需要住院休养，在病情稳定之前，切忌过度操劳。公司的事儿不要让他亲力亲为，如果再次出现，他就非常危险。东哥，现在这安国轩肯定没有精力打理公司了，你打算怎么办？这样，你现在先去跟进一下宁海广场项目的施工情况，尤其是把关质量问题。如果发现任何的可疑问题，立马告诉我。明白。另外一件事，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办事儿，东哥放心。哎，对了，东哥，为什么选在齐家村啊？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什么？第一次约会就要过夜？不愧是成年人的爱情，发展的这么迅速。哎，我压箱底的宝贝终于能派上用场了，你等着。那少女体香身体乳，白玉无瑕脱毛膏，还有这款经典斩男香，保证悠悠姐从头到脚都散发着欲仙欲纯的心动氛围，把祁东撩得神魂颠倒。啊，你连恋爱都没谈过，哪来的这么多东西啊你？不要看不起人好不好？我游戏都已经3结3离了。唉，对了，如此撩人的夜晚，少不了一套纯欲风性感小内衣。大柱，我和祁东还没发展到这个阶段呢。
就住1个晚上，带这么多东西啊？你懂什么？其实，这是我第1次送花。那我们今天去哪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真是令人怀念的海腥味啊！听人说你小的时候，每次一到暑假，就会吵着跟你妈妈说要回到老家，所以在这儿，你有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陪你重温童年。背调没少做嘛。话说回来，你也姓齐，你以前也住这儿？谁说姓齐就一定要住在齐家村的呀？那我看你刚才来的时候轻车熟路的。你自己不也说了吗？我背调没少做。唉，可惜了，过去10几年了，这儿的很多地方都认不出来了。今天包在我身上吧，我带你故地重游。相爱总是很好，偶尔星月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忘掉。Someone like you， 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没想到这里都翻新过了，还有一架新钢琴，和当年的一样。姚叔叔当年开发度假村建的这个景点很受欢迎，所以每年都有维护。还记得这首曲子吗？童年的回忆，你爸爸送给你的8音盒里的音乐。那个8音盒还救过一个小男孩。怎么没听你提起过？我跟你说一个故事。我记得那天也是一样，阳光很好，沙滩很暖，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往海水深处走去，他的背影
是那么的悲伤，好像顷刻间就要被冰冷的海水吞没了。我当时没有办法，只能把八音盒里小女孩的手摔断，然后再把她藏起来，让她帮我找，再以她弄坏我八音盒为由，让她教我弹钢琴。我只是希望啊，她的夏天能变得明媚起来。不过，我却连她的名字都没问过。再后来，发生太多的事情，渐渐的，我连她的样子都不记得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他现在一定过得很好。为什么？因为难过的记忆会被新的记忆覆盖，所以无论当时的他有多么的痛苦，只要以后他每一次听到这首曲子，他都会想起你陪他度过的整个夏天，所以他一定是幸福的。那就好，那我的谎也没有白说了。你会弹这首曲子吗？When will I find my direction? Where is a play without pen? How to make a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the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drive all day. Oh, drive all will be taking a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not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here the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Maybe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齐家村远离市区的光污染，所以这也是观测流星雨最佳的位置。而且啊，今天晚上是英仙座一年中最大的活跃期。所以，我们今天就在海边过夜啊？你以为呢？哦，白瞎了我带那么多钟。啊？你说什么？我是说，你看我像是那种会对着流星许愿的小女孩吗？当然不是了。但是，我是那个看见流星雨就会想要带心爱的女孩来看的小男孩。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没想到你还是个这么浪漫的人。我确实不是，但是为了你，我可以是。你先进去，你快进去。我呀，这火不用熄吧？看来今晚的流星雨泡汤了。海边的天气阴晴不定的，我想应该很快就会雨过天晴的。小的时候，我也这样等过一场流星雨，就和今晚一样。
流星雨的不能帅。流星只是宇宙的尘埃，被地球引力给吸引，和大气产生摩擦，产生高温和电子跃迁，在夜空中形成光迹。每年落在地球上的流星有几十万吨呢。你这人可真扫兴。走吧，快要下雨了，今晚的流星雨肯定又泡汤了。我不走，我就要看流星雨。或许我是没有那份幸运吧，不仅没有等到流星雨，更没有迎来雨过天晴，得到的只是我和那个小男孩发了1个星期的烧。你看，雨停了。想不到你这么单纯啊，还相信流星许愿。我原本不信的，但是我遇见了你，我信了。你看，我们像不像流星？穿越了数万亿光年，才终有机会相见。是。想不到你这么单纯，还相信流星许愿。我原本是不信的，但是我遇见了你，我信了。你看，我们像不像流星？穿越了数万亿光年，才终有机会相见。只可惜，流星总是转瞬即逝的。本以为你们俩的画风会是成人向的，没想到却走起了纯爱路线。哎，只可惜了我那些装备。嘿嘿，我觉得祁东一定很喜欢你。他一定觉得未来和你有很多时间，所以才不急于一时。不过悠悠姐，你不在的时候，阮姨来找你了。3下5除2，她就套出了我的话。她知道你和祁东谈恋爱了。悠悠姐，
你别怪我好不好？我怪你干嘛？我本来也没打算隐瞒的。干妈可是我最亲近的长辈，我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她的理解和祝福啦。只不过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和她说。可是她知道你们谈恋爱后，很生气的就走了。悠悠姐，你怕是要负荆请罪喽。干妈那个人刀子嘴豆腐心，我只要好好哄哄她，她会原谅我的。一闻就知道是我最喜欢的虫草花鸡汤。你还来干嘛？当然是来看望我最美丽、最温柔、最善解人意的干妈啦。你还知道我是你干妈，样样不跟我说，事事都瞒着我。我这不是来给你赔罪了吗？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点心，我一大早排队去买的，你快尝尝。你说说你，这么多的大好青年你不选，偏选仇人的儿子。干妈，你不是说过对付敌人就得打起12分的精神吗？祁东的身份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跟我一样痛恨安国轩，我们目标一致，都是要让安国轩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你就记住这一句话了。但是干妈要跟你说，人心是很难测的，再亲密的人都有可能背刺你，知道吗？我相信祁东，我们不仅是恋人，还是可以把后背交付给彼此的战友。东哥，我按照你的指示查了宁海广场项目的每个环节，的确存在问题。他们开工所动用的水泥 C25 混凝土的强度只达到了 C15 混凝土的强度，是原设计强度的60%，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我还查到了阮碧对宁海广场项目非常感兴趣，暗中走访。若是他发现了水泥存在问题，偷偷举报，想必东哥也会受到牵连。你打算怎么办？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账都做好了，局也设好了。后续宁海广场的工地出了任何问题，这个锅都是由朕来背。老高，我们3个人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尤震一个人给霸占了？是啊，忍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个机会把这个绊脚石给清除掉，就这么干他。谁让你进来的？怎么，我不能进来吗？哎，这小子看着跟珊珊年纪差不多啊。哎，是你那儿子祁东吧？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我全都听到了。这鞋太旧了，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吧。我听到的东西，应该不止一双鞋吧？我这个儿子有点意思。看这个模样和这个神情，确实是你亲生的。说吧，还想要什么？
我妈妈现在在人民医院，癌症要做手术，手术费4万元。没问题，不过你要少了，我给你10万，这样你妈妈后续的治疗费就有着落了，包括以后的护工费、营养费，我都包了。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仅仅要我妈妈的手术费、治疗费，我还要未来10年的生活费、学费。哦，在你开的数字后面再加个0，不过分吧？哎呀，可以呀，小小年纪就知道跟老子讨价还价了，不愧是我儿子，我可以答应你。不过，刚才听到的话，给我烂在肚子里，半个字儿都不许透，否则你跟你妈妈……成交。哪里来的录音？高珊珊发的。东哥，这录音假的吧？这个录音是真的，而且我想，高珊珊应该也发给悠悠了。高珊珊已经知道悠悠的真实身份了。安国轩早晚会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时间不多了。我也真没想到，当年的事，祁东也参与其中。你还会觉得他是你值得托付后辈的战友吗？那高珊珊的真实目的就是离间你跟悠悠啊？现在看来，我倒觉得他是随时会背刺你的敌人。干妈，你知道吗？祁东曾经不顾性命的救过我，他利用过我，却又帮助过我。我相信祁东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的。那天在宁海广场工地，悠悠不惜铤而走险，也要从高珊珊手里抢夺录音。我想高珊珊那天就有所怀疑，后来安国轩利用尤震去试探悠悠，让高珊珊的怀疑得到了印证。那你为什么不找到高珊珊，拆除这颗录音定时炸弹啊？反而放任她引爆？我原本不想瞒着她，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但他对你的隐瞒也是真的。祁东是一个私生子，是在底层厮杀的。当年他为了往上爬，不但认了安国轩这个爹，还拿陷害你父亲的事情威胁他。他那颗狼子野心，绝对会超过对你的感情的。你早晚会成为他上位的棋子。可是东哥，你那会儿还小啊，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母亲。你好好跟悠悠解释解释，他会明白的。不，我了解祁东，他不是那样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你了解的祁东，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一面。但当年，我确实利用了这件事，我原谅不了我自己，也不指望他原谅我。如果摧毁星耀的前提是要牺牲祁东，你怎么选？干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查到宁海广场项目的材料有问题，原本 C25 的混凝土，现在变成了 C15，这会导致结构硬度不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这个是检举信，里面装的是混凝土采购单的证据。只要我们在2次融资会之前把它投入到检举箱里，就会让星耀集团土崩瓦解。但是这个检举信呢，也会将宁海广场实际的负责人祁东拖下水。刚才那个录音，我会找人验证真伪，但是这件事情要怎么选，决策权还是在你。
本来以为祁东只是一个流着安国轩血的无辜受害者，没想到却变成了沉默的共犯。他明明是录音的第三人，为什么不说啊？我相信祁东，他肯定不是故意隐瞒的，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如果他告诉我事情的原委，我就把这封信烧掉。对了，悠悠姐，还有一件事情，安国轩住院了。什么？虽然他隐藏得很好，但是已经有小道消息流出。我查了他的就诊记录，颅内动脉瘤，最近一直在医院就医。安国轩的确一直身体都不好，但是在融资会这个节骨眼上住院，我看啊，他就是坏事做尽，阎王爷都迫不及待要收了他。或许他是故意装病呢。不行，我得去一趟医院探探虚实。您好，请问安董住在哪个病房？你是？我是他的儿媳。现在是非探视时间，不能打扰病人休息的。哦，我只是想向医生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不好意思，我们医院有规定，病人的隐私是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的。你请回吧。来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你都长这么大了。我知道，你从未原谅过我。我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她。我很自责，很愧疚。对你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我们之间似乎不需要上演这种父子情深的戏码吧？我第一次见到你，12岁，又黑又瘦，长期营养不良啊，看起来好像还不到10岁。我在想啊，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是不是老子的种？直到那一次，你威胁我，交了一大笔钱，我才认了。你身上流着我安国轩的血，骨子里跟我一样，都是杀伐果断，六亲不认，早早晚晚，星耀都要交到你手里。七哥哥到底是谁？悠悠，
不愧是我儿子，连最心爱的女人都可以背叛。好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抵不过亲情骨肉，更抵不过男人的大好前程。你有没有想过，你了解的祁东，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一面？人心是很难测的，再亲密的人都有可能背刺你，知道吗？把它投入到检举箱里，就会让星耀集团土崩瓦解。但是这个检举信呢，也会将宁海广场实际的负责人祁东拖下水。我已经找人核实过，录音是真的。星耀集团啊，10年来一直秉承着品质、创新、诚信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房地产行业的开发。而现如今啊，宁海广场的项目亦是如此。我们呢，将赋予宁海广场项目新的建设概念，所以啊，宁海广场的项目将会是宁海乃至是全国商业地产的升级和蜕变的新标杆。我真诚的希望星耀集团能够携手在座的各位，成为共同的一员。安董你好，我们是宁海市安监局的工作人员。近期接到群众举报，宁海广场项目混凝土强度不达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个是土，安董，这是怎么回事啊？安董，水泥问题的披露是否说明星耀集团旗下其他项目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后续将如何整改？还是说要全部拆除？您的儿子祁东作为该项目负责人，您觉得是否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星耀集团用随时会爆雷的宁海广场项目召开融资大会，是融资还是骗局？希望安董能给诸位投资人一个交代。各位媒体朋友啊，不要着急，我希望你们把镜头还有手中的话筒对准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因为正是我把他们请过来的。你好，能跟我们说一下详细情况吗？说一下。经过我们的暗访调查，后验核算了混凝土强度取值，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宁海广场项目混凝土强度达到标准，举报属于诽谤。安董邀请我们来，只是为了澄清此事。朋友们，安董，星耀集团这一路走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天这个小插曲啊，正好让大家正面了解星耀集团的工程质量。星耀集团不怕被质疑，更不怕被人匿名举报。反而啊，我要谢谢这个举报的人呐，是他让我们星耀集团的工程质量
再一次得到验证。在此啊，我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我呢已将个人名下的所有股份转让给了祁东。董事会已经通过了由祁东担任董事长的决议。从今天开始，祁东就是星耀集团的掌舵人。游游，以真实身份相见，应该是一件喜事儿啊！我怎么在你脸上看不到半点喜色？我是祁东，是可以交付后辈的战友，他却反手捅了我一刀。换你敲得出来吗？我这个儿子从小就这样，别说是你了，就算我这个老子，他也不留半点情面。倒是你呀，让我很意外，你比你爸聪明。不过，你跟你爸都有个弱点，太过感情用事。你看看祁东，比你清楚多了，他早就知道宁海广场的水泥问题是我设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让你有所行动，从而让你的身份自爆。恐怕不止于此吧。你还想借这个机会试探祁东是否对你真心？如果他阻止我举报，相当于阻止我自爆身份，就等同于背叛了我，自然你就没有资格成为仙药的继承人了。的确如此啊，但祁东没让我失望，他以你为投名状，换得星耀的股份，这个买卖划算啊！请各位相信，宁海广场项目只是个开端。作为你的叔叔，我要给你上一课。这个世间，所有的事物它都有明码标价，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是生命。所以啊，你在祁东心中的价码，抵不过他的大好前程。星耀集团将在我的带领之下，扬帆远航，闪耀星辰。5年前你给我下毒，5年后你的计划再次落空，这算什么呢？拖出去！是。这个世间，所有的事物它都有明码标价。你在祁东心中的价码，抵不过他的大好前程。
星耀集团股价大跌，业内众说纷纭。我们宁海财经已经到了星耀集团记者发布会的现场，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听说因为宁海广场投资过大，拖垮星耀现金流。传闻星耀这次危机是因为您和前董事长安国轩父子内斗，星耀现在负债累累。请问这是真的吗？您可以对这件事说明一下吗？今天啊，召开这场新闻记者发布会，主要是要宣布2件事情。第一，星耀集团的资金链确实已经断裂，集团的财务数据存在大量的造假问题。第二，星耀集团前任董事长安国轩先生涉嫌非法转移资产，借着宁海广场项目的2次融资，募集大量的资金转移海外账户，做空星耀。我司已经报警。请问齐总是什么时候发现安国轩转移资产的？为什么现在才选择公开呢？您也牵涉其中吗？安国轩是齐总亲生父亲，您为何要举报他？这跟您私生子的身份有关吗？无论这个人是谁，都必须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方现在已经将证据提交给警方，是真是假，我相信我们的司法部门会给各位一个非常明确且公平的回答。近日，我市知名企业星耀集团暴雷，现任星耀董事长祁东召开发布会，承认财务造假，前董事长安国轩因非法转移资金被立案调查。爸，你要去哪儿？静静，我呢约了你杨叔叔去钓鱼，今天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那还会回来吗？从始至终，我们都是你的妻子。至少你不是。如果最后赢的人是高珊珊呢？他的下场恐怕和祁东没有任何区别吧。从一开始，我的幸福就是你可以随时牺牲的筹码。如果婚姻可以换来更大的价值，那么我认为它是值得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父女的将来。我到国外安顿好之后，会马上接你过去，好吗？如果，我是说如果啊，爸爸有什么意外的话，你要第一时间离开，记住。爸，爸，爸！安叔叔，
安叔叔，是不是在找渔船钥匙？游游，你总是让人感到很意外啊。安董就要逃出升天了，我怎能不送你一程啊？您曾和我说过，这世间一切事物早就标好了价码。那您看，这串钥匙值多少钱呢？你开个价，我照单全收。那安董您的命又值多少钱呢？让我想想。呀，您的命一文不值啊！既然你不想让我走，那你也别活了。这就是你们俩给我演的一出戏呀！你装病演了一出独角戏，我和游游回敬你一台双簧，公平。什么时候开始的？不好意思，这些都是安董的药吗？是的，他的用药量都正常吗？安董的用药量都正常。辛苦了。东哥，确实是抗肿瘤的药，没问题。这是葡萄糖。不愧是我儿子，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密不透风的墙，所以你早就知道水泥问题是我设下的陷阱，故意引游游出来，解开他的身份，让我误以为你们决裂，好取得我的信任，对吧？七哥哥到底是谁？游游，安董，七哥哥刚才在门口都听到了，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既然安叔叔这么想知道我的身份，那不如由您的亲儿子告诉我，这样我的身份才曝光的更有意义，不是吗？不行，我得去一趟医院探探虚实。悠姐，我就是录音里的第三人。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一开始，我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此坍塌。后来我2次想要告诉你，但都被意外打断了。再后来，我发现安国勋在装病，他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我担心节外生枝，所以决定先不告诉你。还有吗？我承认，是我贪心了。我想和你有一个正式的约会，我不想错过这份美好。即便我知道，你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我们的关系会像流星一样消失，但我也想记住它划过天空的那一刻。我理解你，
从现在起，这件事情翻篇吧。星耀集团的财务怎么会亏空的这么厉害？这即便是宁海广场项目完成，也填不上这个窟窿啊！集团的财务数据存在大量的造假问题，表面繁荣昌盛，实则千疮百孔，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了。那些亏空的钱都去哪儿了？安国轩的口袋，我调查过，其实他早就在进行资产转移。现在想想，他的阴谋早就已经开启了。他根本就不在乎是我还是高珊珊上位，因为他找的不是一个继承人，只是一个替他扛雷的傀儡罢了。我想，安国轩之所以装病，就是想让我尽早接班，做他的替罪羊。看来安国轩是在借你的手完成宁海广场项目的融资，在暗中将资产转移，捞最后一笔。这么说来，我们得尽快拿到他之前转移资产的证据。在星耀暴雷之前，将他绳之以法。安国轩转移资产的时候做得天衣无缝，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就算我们提前曝光他，他也能将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所以这次融资是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那我能做什么？悠悠，我要你陪我演完这出戏。计划正式启动。好，好啊！你们俩给我演了一出好戏呀！不过你别忘了，他身上流的是我的血，跟我是同一种人。你错了，他和你不一样，因为他从来没有因为利益而牺牲过感情。今天不会，不代表他明天就不会。今天他为了把我拉下马，不顾父子之情，明天就可以为了别的利益背叛你们的感情。我们之间好像并没有什么父子之情可言。你当年对我妈做过那种事，落到现在这个下场，也是你应得的。你果然跟你妈一样，都是吃里扒外的东西，贱骨头，贱骨头！我养了你那么多年，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你敢背叛我？你敢背叛我？你不能背叛我，不能背叛我，不能，不能，不能！当年你栽赃陷害我爸，金蝉脱壳，现在你躺在这里，再也逃不了了。这才是天道轮回，因果报应。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杀你的。我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悠悠了。现在的我，更希望你好好活着。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的罪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帝国坍塌，我要让你活着比死了更痛苦。你为了上位，你可以舍弃爱情、友情，甚至是亲情，下场必定是众叛亲离，一无所有。
轩，现在我们两清。大仇得报，感觉怎么样？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我幻想过无数次大仇得报的场景，却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有落日，有晚风，还有你陪在我身边。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呀？我想记住你这一刻的笑容，永远记住。祁东，你涉嫌协助安国轩转移资产，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怎么回事？虽然你能原谅我当年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想要扳倒安国轩唯一的办法，就是我配合他完成最后一次资金转移。我想，这就是我当年的不作为应该要有的代价吧。悠悠，一切都结束了。我希望你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生活。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爱一朵喧闹，幸福的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得过且过。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却又想把这份爱转等待案件的最终审判。你呀，还是跟小时候一样，一遇到一些事儿吧，就把自己关起来。
还好今天干妈来看你，你还能陪干妈出来走走。这次是干妈看错了，祁东是个好孩子，他为了帮你扳倒安国轩，不惜以入狱为代价。可是，他就非要走到这一步吗？他也许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偿还你。不管过程怎么样，我们摧毁星耀的目标已经完成了。你不能反而把自己困住了。你现在啊，有什么想做的吗？我当时就是王牌飞行员。爱吃的。你这个炮打过去不就好了吗？啊，小鸟。你好。我找尤震。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女儿。哦，尤震在那儿呢。哎，不要撞树。爸，哎，谁都不能阻止我种玫瑰，不能！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这不是我的紫玫瑰，我要自己种。好，你挖的坑太浅了，种不出玫瑰的。我帮你，来。我有很多玫瑰的种子，我陪你一起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种好多好多的紫玫瑰，好不好？不哭不哭啊！你手被玫瑰刺伤了吗？那你要做爱情之神吗？染红玫瑰？你也想成为爱情之神吗？染红玫瑰？我不喜欢紫玫瑰。爸，你认识我了。我知道你不喜欢紫玫瑰，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愿意陪我种玫瑰，所以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很多年前，我在向阳花圃存了很多很多紫色玫瑰的种子，你帮我取回来好不好？好不好？好，你告诉我怎么取。那些种子，放在仓库的储箱里，密码是，我女儿的生日。
你好，哎，我想找一下向阳花圃的老板。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啊，我想取寄存在这里的紫玫瑰种子。存多久了？15年。在那儿。啊，谢谢。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一直找不到你，想你想得发狂，我只能不断给你写信。有真，你说我是你生命中那朵解语花，热情、明媚、善解人意，所以我把你最爱的紫玫瑰纹在了脚踝上，它就是我们相爱的印记。你终于认清自己的心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为什么？你明明承认了对我的感情，却要跟我分手？我不接受。有件事，我必须当面跟你说。秋千公园，不见不散。秋千公园，我是去找过齐兰，可是害死他的人不是我，是你。我的玫瑰呢？你们把我玫瑰怎么了？把我玫瑰还给我，不然我让你们都陪葬！爸爸，你在干嘛呀？我走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很多年前，我在向阳花圃存了很多紫色玫瑰的种子。我是去找过齐兰，可是害死他的人不是我，是你。
帮我选条领带吧。花之下藏刺，看来我们是越来越合拍了。除了你，没有人伤得了我。你今天就在家等我凯旋。电脑密码0721。When will I find my direc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en? How to make a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my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travel day, all travel will be taken a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你们今晚的酒水有人包啦！太好了！As will and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When will I find my direc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en? How to make a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my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travel day, all travel will be taken a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as will and flowers grow. Now I wanna see your soul. Many answer is 只要以后他每一次听到这首曲子，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他都会想起你陪他度过的整个夏天。 Every day be with me, oh baby. Every night hold me closer, baby. I'm not forgettable love that you give me.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ill and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你看，我们像不像流星？穿越了数万亿光年，才终有机会相见。只可惜，流星总是转瞬即逝的。
to you. 不凡，我在密室，我什么都知道了。原来我和他15年前就认识了，可我却一直都没有认出他来。我一直以为是我救下了那个小男孩，可我没想到是他一直在守护我，还一次又一次地救了我。你说他怎么那么傻？为我做了那么多，却一个字都不肯说，还任由我误会他，利用他。东哥说过，他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即使15年的守候，换来只是和你短暂的相爱，他也心甘情愿。东哥的母亲并没有为了上位不择手段，是安国轩强奸了他，并且为了掩盖他的那些罪行，故意去散播谣言。他母亲的死，是不是也和安国轩有关？他母亲患有乳腺癌，3期。但真正杀死他母亲的不是癌症，而是安国轩。东哥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虽然日子过得清贫吧，但却简单快乐。妈妈，你去休息吧，我来掰。东哥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在他12岁那年被查出了乳腺癌。东哥不得已去找安国轩，希望安国轩能出医药费救他母亲。但是东哥拿着医药费回到家的时候，他却愤怒地喊着让东哥把钱还回去，并让东哥永远不要和安国轩扯上关系。没想到，安国轩为了让东哥回到安家，暗中使用肮脏手段，故意延误治疗最佳时机，这才导致东哥的母亲不治身亡。我记得那天也是一样，阳光很好，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往海水深处走去。不过我却连他的名字都没问过。再后来发生太多的事情，渐渐的我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他现在一定过得很好。启东，原来是你，我一定要让你好好的。
还记得这个八音盒吗？我摔碎了它，你修好了它，就像15年前。我的人生因为家庭变故而支离破碎，是你一直在努力拼凑破碎的我，才让我没有堕入深渊，被仇恨蒙蔽双眼。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启东，我在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你说你不要下辈子，你就要这辈子。所以，这一次，换我来守护你，好不好？想要扳倒安国轩唯一的办法，就是我配合他完成最后一次紫金转移。喂，小破，启东当时为了掌握安国轩转移资产的证据，的确签了一些文件。启东违法也是事实，但想要戴罪立功，酌情减刑，需要配合警方找出关键信息，寻回那笔资金。好的，悠悠姐。顺着这个线索查进去。来，吃点东西。谢谢。悠悠姐，查这个账户，和这个账户关联的都查一下。找到了，悠悠姐。这还是多亏了悠悠姐给我提供了思路，让我另辟蹊径。警方从安国轩那边入手调查，我们就从高珊珊这边入手，这才找到了索特尔这家幽灵公司。索特尔的幕后注册人是高珊珊，安国轩以女婿高珊珊的名义注册了索特尔在内的5家海外公司，用来转移资产。并且以高珊珊的身份信息，在瑞士银行开通了一个高保密账户，收敛资金。东哥说过，高珊珊从医院逃跑之后，被一个神秘人给接走了。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另外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看来必须要找到高珊珊，一切的问题才能得到答案。包在我身上。
安国轩以你的名义在瑞士银行开了账户，他转移的所有资产都在这个账户里。只要你能找到账户密码，就能东山再起。悠悠姐，我通过高珊珊之前发邮箱的 IP 地址定位到了这里，高珊珊很可能藏在这儿。那我们分头行动，我去2楼，你们2个去3楼。好。高珊珊，别跑！高珊珊，高珊珊！高珊珊，别跑！悠悠姐，不要！没事吧，悠悠姐？别管我，快找高珊珊，快去！好，慢点。是我，别怕，是我，珊珊，珊珊，珊珊，静静，你要是不信任我，觉得我会伤害你的话，你可以报警，我不会跑的。反正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牢笼。你走吧。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没有你在我身边的日子，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这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的额头流血了，我给你擦药吧。疼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珊珊，我们回不去了，就像我这双腿一样，永远站不起来了。我承认，我恨安国轩。我父亲因为被他陷害，惨死在了监狱里。我不想像他一样，一辈子被安国轩踩在脚底。你别说了，我要说，我要把心中所有的真实想法都告诉你。我那个时候为了上位，曾经利用过你，为了跟你在一起，不择手段。
可是你忘了吗？在我父亲没有出事之前，我曾经真心追求过你。那时候的你，完整无瑕，高贵如上，我只能仰望你。如果安国轩没有做那些事，即便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我也会拼尽全力，让自己有一天能够得到你的关注和青睐。后来，我得到了你，我暗自发誓，你的腿因为我而伤，我这辈子绝不会背弃你，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这些年来，我也从来没有背弃过自己的誓言。静静，你告诉我，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你就真的愿意放下这段感情吗？那我们就把这段感情延续下去。宁海有太多人和事阻碍着我们，我们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把这些都丢掉，好不好？静静，你听我说，你爸爸用我的名字在瑞士银行存了一笔钱，你把密码告诉我，我们用这笔钱重新开始，好不好？我爸经常用我的生日倒过来做密码。我爸经常用我的生日倒过来做密码。密码到手了，高珊珊已经没用了，你知道该怎么做。悠悠姐，你脚伤怎么样了？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吧。是啊，东哥要是知道你脚受伤了，估计得心疼坏了。我没事的，跟他为我做的比起来，我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高珊珊。这小子狡猾的很，这次跑了，估计很难抓住了。不过以小破的技术，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原本就打算离开，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们说，对现在的高珊珊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高珊珊肯定是想办法出国，把钱取走，东山再起。安国轩只是借用高珊珊的名义开户，高珊珊未必知道密码。那最有可能知道密码的人只有安静静。安静静给我发消息了，果然不出所料，高珊珊就在安家别墅。高珊珊呢？已经跑了。那密码呢？喂，你说什么？撤户？
姐姐，不要哭，为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你这辈子没遇到我这么好。快准备抢救！啊，好。或许我真的很傻，直到现在，我还相信高珊珊是爱过我的。珊珊一直在骗我，但我也骗了她一次，告诉她银行账户密码是我生日。我和珊珊算是两不相欠了。这是真正的密码。这个密码是我爸成为星耀董事长那一天的日期。安国轩这一生最风光的时刻，却是靠陷害别人得来的。可悲。所以，我不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你带着他去救启东吧。玫瑰，悠悠姐，不凡刚才打电话来说，找到的数目资金吻合，算是重大立功表现。再加上祁东主动认罪和积极配合调查，律师有信心打好这场官司，帮祁东减刑。我也有信心。悠悠姐，你从苏黎世回来就涂涂画画的，在画什么呀？我在瑞士银行遇到了那个玫瑰纹身的女人，银行经理和我说，她在我前面取过钱，不过密码不对。
可是他怎么知道安国轩的海外账户和密码？我还以为除了我们之外，只有高珊珊知道呢。难不成藏在高珊珊背后那个人就是玫瑰？很有可能。之前我和祁东也分析过，当年我爸遭到陷害，身边一定有一个亲信的人和安国轩里应外合。现在想来，应该是因爱生恨，想要报复我爸的玫瑰女人。我拿图纸去打听当年的纹身师，就不信挖不出来。根据新闻最新报道，星耀集团资金暴雷案件最新进展，前董事长安国轩涉嫌转移的公司资产尽数追回，祁东因表现良好戴罪立功，获准减刑，经由全体股东决议，恢复其星耀董事长职位。说不尽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爱已多喧闹，幸福多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我们可是拉钩盖章的，教会我弹这首曲子，100年不许变。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等信号无解药，
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喜欢吗？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这些照片都是从哪里弄来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秘密。我很喜欢。你守护了我这么久，我为你做这些，算不了什么。好神奇啊！神奇什么？小的时候，那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现在居然长成这样了，害得我呀都没有把你们联系起来过。怎么，不满意啊？相当满意。被这样一个男人守护了15年，是多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所以，以后就换我来守护你吧。一言为定。那拉钩。Now I wanna see you slow when time isn't up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brilliant flowers grow. Now I wanna see you slow.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Every day be with me, oh baby. Every night hold me closer, baby. I'm not forgettable, love that you give me. Now I wanna see you slow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illing flowers grow. Now I wanna see you slow.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Now I wanna see you slow.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你是怎么发现的？嗯？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凡事都要跟我争个输赢呗？要怪就怪你自己，这套路啊早过时了。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得找一个新的套路，能让你心甘情愿的服输喽？是不是？哎，闹糊了。重要吗？当然重要啦，着火了怎么办？这是什么？不管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的。照片上的人，就是我爸口中的玫瑰，也是高珊珊背后的神秘人。当年还和安国轩合谋陷害了我爸。说来也可笑，其实当年我明明见过那个女人的，可是我什么都没能做。如果我能早一点发现，是不是我就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妈妈也就不会死了。我小时候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完全能理解你。但是我们不能拘泥于过去，这样只会伤害我们自己而已。其实，当年所有人都说是我爸爸害死了我妈妈，可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他们的鬼话。15年了，我一直坚信我爸是无辜的，也是凭着这口气，才斗倒了安国轩。我以为我终于可以证明我是对的，可我没想到，错的最多的就是我。我爸他根本不无辜，他就是害死我妈的罪魁祸首。而我所坚持的这一切，才是最大的笑话。那天，我得知真相之后，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年，我拼尽全力活下来，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小的时候你孤身一人，你肯定得抓住眼前唯一的希望，才能活下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你现在有我了。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因为你的出现，我的人生就有了新的意义。不管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的。玫瑰害死了妈妈，我一定要找到她，也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完成。宁海广场承载了我妈妈太多的心血，可她活着的时候，却没能将它变成现实。我一定要完成她的心愿，把宁海广场建成。好。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完成。宁海广场承载了我妈妈太多的心血，可她活着的时候，却没能将它变成现实。
我一定要完成他的心愿，把宁海广场建成。相爱总是很好，偶尔幸运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宁海广场的重建不仅可以完善城市功能，还能给城市注入新的活力。请看大屏幕。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安心。Someone like you， 牵你的手，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流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妈妈，我一定会让宁海广场成为宁海的骄傲。项目重启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现在就只剩下一件事情了。别着急啊，这段时间啊，蒲凡和小破也都没有闲着，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去打探这个紫玫瑰纹身究竟出自于哪个纹身师之手，我想很快就会有答案的。喂，悠悠姐，我找到纹身师了，马上把他带过去。好。哎，这个玫瑰是我当年最得意的作品啦。我记得纹身那个也是个女人，好像就叫玫瑰啊。那玫瑰是真名还是艺名？来喽，我又不是警察，我问那么多吗？客人给我钱我就做了。那您还记得她的模样吗？不记得啦。你再好好想想呢。我每天很贵的啦，每个小时。其实我这个人对我的客人都是过目不忘的。当年这个女人好像跟我说过，她有个男朋友叫尤振，是星耀集团的老总，好像后来出事了。新闻上说他贪污害人，如果你们能找到他，他应该是最清楚的。以后如果你们需要纹身，找我啊。他有一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当年的事应该找当年的人打听才对。阮姨，激动出来这么大的喜事啊！我们一直没时间聚，今天呢，咱们终于有时间庆祝了。来，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是根据悠悠的口味做的，你别嫌弃啊，多吃点，别客气。谢谢。来，小心烫啊！干嘛？这段时间光顾着忙宁海广场项目的事情了，都没顾得上来看你。这样吧，我先自罚一杯。哎呀，好了好了。不过据我所知呢，虽然安国轩之前的款项已被追回，但是星耀集团负债累累，已经面临着破产边缘。2次融资会之后的暴雷，更是让很多的投资方纷纷撤资，不再相信星耀集团的承建能力。这个项目的缺口真是不小啊。这个呢，是我根据宁海广场的现有情况做出的设计方案，也结合了当下投资方最喜欢的商业元素，说不定能拉来一些资金，缓解一下你们的燃眉之急。我希望能帮到你们。让干妈费心了，不过不用了，怪我没来得及告诉你，项目缺口已经补上了。
让他起死回生一定很辛苦吧？其实啊，出力最多的是祁东，是他一趟一趟跑住建局，让领导们重新信任了星耀的承建能力。星耀也在住建局的帮助下，协调说服了多方投资人增资扩股，这才把项目缺口给彻底补上了。其实宁海广场本来就是政府的重点项目，我呢顺水推舟而已。最重要的是，悠悠拿出来的设计方案是根据齐阿姨的设计图纸进行了改良以及优化，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这才是项目能够重启的关键。齐兰的设计理念啊，确实很超前，就算放到现在也是耳目一新。你们两个就不要互相吹捧啦，都有功劳。悠悠啊，以后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干妈，听到了吗？谢谢干妈。祁东，你也算是我半个女婿了。之前我确实是阻挠过你和悠悠，但是后来你对悠悠的好，我也看在眼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以后啊，咱们一家人，一条心，我们一起去保护悠悠。一定。干妈，你和祁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谢谢。傻孩子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下话，快吃，都凉了。来。刚才听到的话，给我烂在肚子里，半个字儿都不许透露。成交。这汤真鲜。对了，干妈，我还有件事情。悠悠，原来阮姨和你爸妈是大学同学啊，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呢？你才知道啊？我还以为阮姨和你妈妈是闺蜜，你爸爸才是插足的第三者呢。别乱说。不好意思。其实祁东猜的也没错，我和他妈妈确实是高中闺蜜，我们2个最后上了同一所大学，选了同一个专业，还住在同一个寝室，关系啊当然是比别人更亲密了。也是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了你爸爸尤震。大学时，我们3人几乎算得上是形影不离。毕业后，祁兰和尤震结了婚，我还担心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就没有了我的位置。是我想多了，即使结了婚，我依然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悠悠出生前，我已经预定好了干妈的身份。你出生之后，第一个抱你的不是你爸爸，是我。干妈，幸好还有你。傻孩子，说什么呢？啊，对了，你刚才问我什么呀？啊，我想问你这个鸡汤的配方，我想等学会了以后给祁东做。这还不简单，下次早点来找干妈，干妈教你。好。
刚刚为什么不让我问干妈关于玫瑰的事情？因为我怀疑她就是玫瑰。不可能！为什么？虽然当年我在安国轩那儿只看到了她和高琴，但是我还发现了一枚女士的胸针，和她在照片里戴的是一模一样。这枚胸针的款式很常见啊，又不是独家定制的，或许只是巧合呢。况且，你刚刚故意碰掉筷子，是为了看干妈脚踝上的纹身吧？可她没有纹身，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以你爸爸的谨慎风格，除非是亲信出卖，安国轩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罪责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的。而且最近玫瑰再次现身，能在安国轩眼皮子底下掌控高珊珊，指使他纵火烧资料，并且还能提前一步到达瑞士银行，这一切的一切都围绕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不觉得巧合太多了吗？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啊。这些我会调查清楚，我也很希望与阮叶无关。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我跟你说了，别再来缠着我了。我就想缠着你。我来是有话要跟你说的。我怀孕了，你不开心吗？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当然是生下来了。你不是很喜欢女儿吗？我打算给她起名，也叫悠悠。这样，我们两个就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女儿了。阮碧，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们俩已经结束了。我有家庭，我们俩是不可能有结果的。而且，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悠悠。爸爸，你在干什么？我走了。我跟你说，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有朕，有朕，有朕！悠悠，爸爸刚才给你买冰淇淋，可惜啊，那阿姨说冰淇淋卖完了。很遗憾，孩子没保住。女儿乖，妈妈已经快完成所有的计划了。当年伤害过我们母女的人，现在都已经付出代价了。刘真疯了，秦岚死了，安国轩后半辈子也彻底毁了。现在该轮到瑶瑶了，她夺走了你的一切，
夺走了你的生命，夺走了你的名字，夺走了你的父海，要让他失去所有，绝望至死。不凡，想办法把游游的检举信弄到手，和这封信上的字迹做一份对比。东哥，那封检举信不是阮碧交给游游的吗？难道你在怀疑？放心吧，东哥，我立刻找最专业的团队加急鉴定，48小时之内给你结果。东哥，检举信和情书的字迹比对结果出来了，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如果他足够谨慎，这10多年的时间，也足以将所有的痕迹掩盖了。有可能是搞错了吧？没错，阮碧就是玫瑰。不凡，你先出去吧。所以你查到证据了？那天我回到公寓，想到你说的话，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我妈妈的墓地，我想找她说说话。你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昨晚台风暴雨，墓地冲垮了，我们正在维修呢。那张 B 超单上的时间和信中所说的怀孕时间完全吻合。我还一直以为那块墓碑是阮碧为我而立的，却没想到是为了祭奠她未出世的孩子，而且也取名为悠悠。还有那枚胸针，她也一并埋葬了，想必是恨极了我爸妈。我给了管理员一笔钱，让他处理好了。所以这2天，你一直一个人独自消化这些情绪啊？阮碧他明明害了我爸妈，却对我那么的好。这些年，
我真的当他是我唯一的依靠，可我到现在才明白，他一直都在利用我。还有5年前，你让我假死金蝉脱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在利用你我，坐收渔利了。启东，是你唤醒了我，让我认清了现实。所以，无论他软币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不重要了。他害了我妈，又和安国轩合谋陷害我爸，还杀死了高珊珊，这些都是事实。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不过，他隐藏得太深了，之前的犯罪证据根本无从搜寻，所以我必须要逼他主动出击，暴露破绽。看来你心里早就已经有计划了。怎么约我到这里啦？怎么了？干妈，我爸妈当年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名字？玫瑰。听过，前几年去看过你爸，他嘴里一直喊着玫瑰。怎么了？玫瑰是我爸的出轨对象。你怎么这么确定啊？我爸藏了15年的玫瑰种子，里面有他和那个女人的信。不可能，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尤正和齐兰他们俩的感情，我能不了解吗？他们俩彼此深爱着对方，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些信，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些是真的。干妈，我妈真的什么都没有跟你讲过？其实你妈妈呀，她是一个看似柔弱，但是最不喜欢示弱的人。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她也一定会藏在心里的。上一代有上一代的事，你也不要想太多了。现在妈妈去世了，爸爸又是这么个情况，你也无从查证啊，就让它过去吧。过不去的。那个玫瑰到现在都没有收手，他不仅操控了高珊珊，还想要拿走能救祁东的那笔钱。其实我见过他2次，一次是在瑞士银行，另外一次就在这里。不过当年我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在他和我爸的信里发现，那天他告诉我爸，她怀孕了。不过那个女人终究是输了，我爸他选择了家庭，选择了我，所以即便她怀孕了又能怎样？一样抓不住我爸的心。那个本该是我妹妹的女孩，没能来到这个世上，我想我本该难过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为她感到无比的幸运。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伤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还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即便她被生下来，被这样的母亲抚养长大，也一样不会幸福的。干妈，你之前说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找你，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把它挖出来。放心，
干妈一定会全力以赴。谢谢你，干妈。不过眼下宁海广场重启在即，那是我爸妈共同的心血，所以我一定要让这个小三看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想要的永远都得不到。首先，有请宁海广场项目总设计师倪芳小姐上台讲话。大家，15年前，有一个女人曾在这里对她的女儿许下一个诺言，会把这里建设成一个会发光、会唱歌的超级8音盒，让这里成为所有宁海小朋友的童年回忆。这个女人就是宁海广场项目的前任总设计师齐兰。而我就是他的女儿游游。如今，宁海广场的设计方案就是在我母亲设计初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当然，我也会拼尽全力兑现他当年的诺言。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友友身败名裂，毁掉宁海广场项目。好的。把场子来，看好。近期备受瞩目的宁海广场项目重启动工建设，然而项目开工没有多久就出现了坍塌事故，致使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根据了解，现任总设计师齐格格的真实身份正是前已故总设计师齐兰之女，而此次的设计呢，齐格格也是基于齐兰的设计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造。请大家冷静，赔偿，赔偿！大家稍安勿躁。赔偿！15年前，宁海广场发生意外坍塌，时至今日悲剧再现。你认为建筑图纸在事故中是否应该承担重要责任？大家好，我是宁海广场现任总设计师游游。对于本次事故，请允许我向大家澄清一下。宁海广场的建筑图纸早就经由专业的建筑评估机构进行过详细的安全评估，以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合规性以及稳定性，是完全符合建筑施工的安全要求的。这都是你们联合起来骗人的把戏！冷静，各位冷静一下。来，各位听我说一句。现在事故还在调查当中，请各位给我们3天的时间，我保证还给各位一个真相。什么真相？我的儿子就是被你们害的，他的伤你们要怎么赔？赔偿！赔偿！我们要赔偿！有什么事儿冲我来！干妈。阮总，听闻您跟已故的总设计师齐兰是挚友，
您认为齐兰的设计是否有缺陷呢？齐兰的确是我的知己闺蜜，她的死我很痛心，但是我敢用人格担保，她绝对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不负责任的设计师。悠悠作为她的女儿，更是青出于蓝，我100%相信她的能力。真正事故的原因，如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绝不推卸。我在这里代表悠悠向大家承诺，你们每一位受害者都会得到我们最高规格的赔偿和治疗，所以请大家放心。可是据我们所知，在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很多投资人纷纷撤资，那宁海项目其实也面临破产。您从哪里弄到钱来兑现这个所谓的承诺呢？你没有钱怎么赔偿啊？我再次重申，宁海广场的项目不会停工，资金缺口将由碧海集团来填补，我也会带头融资，将项目继续推进。至于你们大家担心和顾虑的设计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会重新拿出一套方案给到你们，请大家相信我，一定不会让你们重蹈覆辙。干妈，一定是那个女人在动手脚，一定是她。除了她，我想不到第二个人了。你先别着急，我们现在先要搞清楚，她在我们工程当中动了什么手脚，才能把她揪出来。这事交给我吧。不行，现在悠悠是最脆弱、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陪着她比什么都重要。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查出来。你们等我信儿。当务之急啊，是要把这个项目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是你妈妈的心血，不能再毁于一旦了。可如今各方撤资，资金缺口过半，很难再补上了。我刚才说的话，不是在应付记者。我会入股这个项目，并且我会发动我身边所有的资源，帮这个项目找到新的融资。我绝对不会让这个项目重蹈当年的覆辙。干妈，对不起，我又把你牵扯进来了。我怎么总是让你为我操心？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好点了吗？好多了。就是想到阮碧那副假惺惺关心我的嘴脸，我觉得恶心。放心吧，这出戏他唱不了多久了。他今天提出入股宁海广场项目，不就是想趁火打劫，借着这次塌方事故，成为项目最大的股东吗？那就如他所愿，先让他入局。他在你的刺激之下，已经露出了马脚，气急之下制造的塌方事故，漏洞百出。不凡目前正在24小时监控他，我相信不用多久，就能找到动手脚之人。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一定很快能查到他犯罪的证据。最后，我们再将他踢出局。等到阮碧落网之后，这笔资金也会继续留在项目之中，也算是借他之手，让宁海广场完工了。东哥，查到了，我偷偷安装的监控拍下了整个过程，没想到还是个熟人。谁？满意吗？满意。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毁掉宁海广场项目。好的。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很满意。在安国轩身边隐藏这么久，他落到这步田地，都不知道你会是我的人。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让芭比姐直接暴露悠悠的身份呢？你呀，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那么早暴露悠悠的身份，我还玩什么？我就喜欢看他们狗咬狗。说吧，接下来做什么？这段时间啊，你去海州避避风头吧。那你呢？坍塌事故只是一个前戏，重头戏呀，还没开演呢。现在这个赵科是一切的突破口，务必找到他。明白。醒了。不凡已经查到赵科的航班信息了，他坐今天的早班机去了海州。他逃不了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海州。不行，我得留在这儿。为什么呀？如果我现在走了，就会打草惊蛇，令阮碧起疑，所以只有我留在这儿，才能让他放松戒备。可是我不想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一直在想，阮碧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杀我，却为何一直把我留在他身边呢？我想，因为他恨我，他恨我夺走他女儿的一切，所以他想要一点点毁掉我。机里藏机，变外生变，他只顾着毁掉我了，却不知道你已经绕到他身后，釜底抽薪了。但是我还是不想你冒这个险，失去你的代价，我承受不起。启东，我知道我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对我也是一样的。海州之行同样危机重重，可是我相信你能保护好你自己，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相信我。这艘船是吧？是。走吧。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被稍后再拨。瑶瑶，吃饭了吗？快来尝尝自己做的手艺如何？怎么了？味道太重了，我吃不惯。这是干妈给你准备的生蚝。我有个朋友啊，在香港开了蚝吧，每年呢都会给我空运上1箱，新鲜的很。而且吃生蚝啊特别讲究，一个不对就会浪费了。先看看我怎么吃。吃生蚝啊讲究一个字，吞，这样呢才能保证生蚝最大的新鲜度。你也试试。生蚝鲜吧？这是法国的茼蒿，也叫做蚝王。柠檬鸡肺功夫，比起生蚝，可算不得什么。而且这套生蚝是我专门为你做的，里面添加了特别的材料。什么材料？你知道印第安人是如何捕狼的吗？有一个叫做 Wolf Killer 的小东西，不用兵器，也见不到血，把金须用蜡线捆好，外面再裹上一层脂肪球。狼把这个东西吃掉，胃酸会熔断它的蜡线，金须崩开，死撑活挨不了几天，最后啊还是逃不过个死，摇摇晃晃走几步就倒了。我一直在想啊，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用在人身上呢？但唯一的难题是，如何喂人吃到肚子里？印第安人呢，是把这个东西塞到动物的尸体当中，放到廊道上，而我呢，就想到了蚝，一口吞，不许嚼。干妈，你和我讲这些做什么？瑶瑶，死到临头就没必要再演了吧？你早就知道我是玫瑰了。也许是我的女儿冥冥之中在提醒我。那天我做梦梦到她，我就去了墓地，发现墓地被翻新过。调查了监控之后，翻新那天你去过，还看到了盒子里的东西。Wolf Killer 是我送你的第1道礼物。第2个礼物，我随身会携带屏蔽器。你个小狐狸愿意送上门来，是想引诱我说出当年尤振如何被陷害和齐兰意外身亡的真相是吧？然后再把他们录下来发给警察。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还有第3个礼物，赵柯呀，就是我故意放出去的诱饵，他只不过是我一个随时可以踹掉的狗，能陪着祁东死，也算是物尽其用了。爆炸的按钮是我按的。
祁东早已死无全尸了。哎呀，我很快就会送你到黄泉，和他相聚了。哎呦，我忘了，我在你的餐具里放了迷药。乖乖睡一觉吧。我们俩是不可能有结果的。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游游。哎，不要乱动啊！任何动作都会加速你的胃肠蠕动，触发你体内的那颗炸弹。也不要哭，眼泪是水，在这里没水，要省着点用。软斌，你做那么多亏心事，你不怕被人发现吗？我敢说，我在你身体当中用的这个方法，全国都没几个人知道。而且它好就好在干净又隐蔽，经须嘣开刺穿你的肠道，败血症会要了你的命。可是师姐啊，她也只能到这一步了。你是真不怕遭报应啊？我怕什么？是你们先对不起我的。要不是因为你们，我女儿已经15岁了，她本应该享受更美好的人生。是你毁了她的一切，现在你可还回来了。看到了吗？这是撞锁。仓库经常会发生锁住人的意外，而法医呢，也只会给出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而导致败血症致死的结论。这种案例可多了。而我到时候会作证，我会说：“哎呦，我可怜的干女儿，一个被舆论压垮的小可怜，从小就喜欢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逃避现实。”而那个时候，你和祁东都死了，而我就会成为宁海广场项目最大的股东，还有唯一的掌控人。它终究会是我的囊中之物的。再见了，我的干女儿。
瑶瑶，你醒了？哎，你别动，怎么了？是不是伤口疼？我去给你叫人啊！你别走，别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哎，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我没事，我就是太开心了，我还以为你死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傻瓜，我说过的，这一辈子我都会守护你的，我是不会食言的。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的？我在和赵柯打斗的时候，发现了船上的炸弹，我在最后一刻跳船，侥幸逃过了一劫。都说人在垂死之际会回顾一生的片段，就像走马灯一样。那个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全部都是你，然后你就出现了。都结束了，赵柯什么都招了，阮碧，他现在逃离了宁海，但是警方发布了通缉令，后续都交给警方吧。现在啊，你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好好休养。我答应你。我真的走不动了。医生说了，现在这段时间啊，你得多走动走动，这样有助于你的身体恢复。医生说的是散步，这都快赶上拉练了，起码走了得有5公里了吧？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从出门到现在，一共走了1.7公里，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到终点了。我真的走不动了。我有点口渴，谢谢。怎么有点冷啊？哦，当，来，你是哆啦 A 梦吗？怎么什么都有啊？我就是你的专属哆啦 A 梦啊。是吗？不过我更喜欢野比大雄。生气啦？才没。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你。不过齐教练，咱们今天的拉练终点在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等等我。妈，我带悠悠来看你了。怎么突然想起带我来这儿了？我妈妈生前给我写过一封信，她让我
好好生活。但是我一直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我多次让自己还有你陷入危险的处境当中。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些真的值得吗？也就慢慢明白了，我母亲所说的“好好生活”这4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悠悠，有些事情是时候该放下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没有放下？从医院出来之后，你对阮碧的事情只字不提，我担心。因为我想通了，就不急了。5年前，你把我救起来，送到阮碧那里时，他曾对我说过，复仇不是人生的全部。我当时嘴上答应着，心里可不是这么想。就像风筝一样，那个复仇的线就是我的全部。不过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反倒想通了。阮碧她那么恨我爸，把一辈子都搭上了，到头来又得到了什么呢？不过是被仇恨毁掉了人生罢了。一个人在仓库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不能像他那样，我可比阮碧幸运多了，因为我有你啊。就像现在这样，没有了那根线的束缚，平平淡淡的，多好。阿姨，您放心，我和祁东一定会像您说的那样，好好的生活下去。不管你想去哪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只不过，现在有个更重要的人，该去见见了。你好，你好，请问尤震在哪儿啊？哦，尤震呢？刚才护工还带着他在院子里散步呢。护士长，哎，护士长，不好了，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尤震就不见了。不见了？啊，不好意思啊，我们马上去找。你别着急，他刚离开不久，肯定走不了多远的。我们分头找。好。爸，尤震。尤震今天来过吗？没有。爸，来宁海工地。阮碧，
我爸呢？你不是很恨他吗？为什么要来救他？我不是你，爱一个人就把他毁掉。你错了，我爱他，我很爱尤振，很爱很爱，至少曾经很爱。虽然我跟齐兰是好闺蜜，但是我一直很妒忌她。她长得比我好看，家世又比我好，我在她身边，我永远都是一个背景板。当初是我先喜欢上尤振的，没想到他先去给齐兰表白了。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他本应该是属于我的。后来，他们俩结婚了。尤振的事业越做越大，我更妒忌他了。而齐兰，她一心扑在工作上，两个人聚少离多，互相埋怨。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机会来了。后来我怀孕了。就在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尤振的时候，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软婢，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游游。尤振，我们已经结束了。他跟我说，他要为了你回归家庭，最后还导致我流产了。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安国轩找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让尤振死。尤振曾经跟我讲过星耀的经营情况，我可以帮你们造假，做出星耀财务亏空的证据，然后嫁祸给尤振。那我要怎么相信你已经放下对尤振的感情呢？这个是尤振送我的，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对他只有恨。不过事成之后，我要星耀30%的股份，这是尤振欠我的。成交。星耀集团啊，本应该也有我的一份，但没想到安国轩那个王八蛋，他出尔反尔。现在齐兰死了，尤振落马了，也是时候该兑现你的承诺了。这里有500万，还有这个胸针，留个念想。什么意思？500万，不少了，你也就值这么多。不然，你想和齐兰一个下场吗？哼。我恨安国轩，我恨尤振，我恨齐兰，我更恨你。现在齐兰死了，安国轩生不如死，轮到尤振了。还有你，我爸到底在哪儿？你爸在哪？你爸在哪儿？你可以救得了背叛家庭的爸爸，但你却害死了爱你的妈妈。不，害死我妈的人是你，是你，悠悠。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就不会抛弃我，我也不会去找齐兰，齐兰也不会死。是你害死你妈妈的，是你，悠悠。你这个杀人凶手！其实当时我是可以救你妈妈的，
软碧，救救我，软碧！悠悠还那么小，她不能没有妈妈。那我的孩子呢？她不能没有妈妈。悠悠。妈妈，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起来看着我惊悚的眼神。他说让我救救他，他说他的女儿还小。我看着他一点点的力气，然后坠落。放了我！我是很想放手，让你粉身碎骨，可是我答应过祁东，我要好好生活，我要重新开始。我已经有了要守护的人，所以我绝不会放任我的人生因为你而被毁掉。为什么要救我？我救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我去救你爸。啊，干妈宝宝，好乖。断臂以后就是瑶瑶的干妈啦。瑶瑶叫干妈。哦，妈妈抱抱。乖。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爱。为了阮碧现在至少面临3种指控：杀人、非法拘禁、经济犯罪。不过，从调查取证到起诉的过程，肯定是非常复杂且漫长。也就是说，短时间可能会没有结果。不过好在，坏人终究是逃不掉的。换句话说，你彻底胜利了。高兴吗？远没有想象的高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句话：复仇不是为了死去的人，而是遗留下来的人的自我满足。这一刻，我彻底放下了。你爸已经送到医院了，走吧。走。玫瑰，我要种玫瑰，玫瑰。真没想到，你爸身体还挺硬朗的。这才过没几天，身体也都恢复了。你不过去看看他吗？我就不打扰他了。他口中的玫瑰，是爱是恨，都已经不重要了。就让他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又有什么不好呢？紫色的玫瑰。好。你还记得吗？15年前的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相见。我想起来了，难怪你的电脑和密室的密码都是0721，原来是我们初见的日子啊！远远不止这些，我连手机密码、银行卡密码，所有密码都是。对了，就这么把宁海广场交给下面的人看着，能行吗？你怎么3句话离不开工作？是谁说的要完成妈妈的心血的？我说的。现在宁海广场也步入正轨，等着竣工就完了。你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陪我。嘘，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什么？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开始，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这句话怎么似曾相识啊？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从认识你的那一天，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悠悠，嫁给我吧。No, I wanna see you slow when time is not slow. Walking beautiful as brilliant flowers grow. Now I wanna see you soft,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Every day be with me, oh baby. Every night hold me closer, baby. I'm not forgetting, won't know that you give me. No, I wanna see you so.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小破网吧正式开业喽！走走走，今天有开业之后，今天肯定得有联动。恭喜啊！哇，不错。哥。嗯。
未来谁又3、2、1，茄子。也会风雨交错，可一切化作幸福颜色。关于我，关于你的执着，相爱总是很好，偶尔星雨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讯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忘掉。Someone like you， 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安心。Someone like you， 牵你的手，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留从前，幸福蔓延到永